那你到底打不打？你到底打不打？通过。美国一开始说要打伊朗，现在暂时又不打。委内瑞拉就算发生了政权更迭，美国人所面临的问题也没改变，这是促使美国人去想我要不要动伊朗。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伊朗现在正在动乱当中，那因为伊朗进行了整个非常高强度的讯息封锁，主要是断网。那断网第一时间，马斯克宣布星链免费支援，结果没想到伊朗连星链都给它断，就透过干扰器的方式，星链基本上只剩10%的功能。那更甚者，伊朗还公布了他们在边境所查扣的大量的星链通讯装备走失的一个状况，所以看得出来这一次伊朗其实是有所准备。打了伊朗到底对世界有什么影响？很多人说，哈梅内伊一旦被斩首，教士政权就灭亡了，这个是台湾很多的分析者的主流论调。但我要提出一个挑战，我认为哈梅内伊就算死了，也无法瓦解教士集团。原因是因为教士集团跟整个伊朗的国情政情，他们是深度的一个连结，一种伊斯兰结合世俗的共和这样的概念，之所以会成为这个样子，是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跟政情之所在。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其实是结果。美国跟以色列当然非常希望推动伊朗的政权更迭，但是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假如介入伊朗的政治，有可能让自己陷入没有办法抽身的一个泥淖当中。其实最关键的原因，我们放到20世纪，其实是有2个背景。第一个就是20世纪，其实它是我们人类的历史经验当中前所未有的一个历史经验，就是它转型的迅速、跟多样化、跟复杂性，这个都是前所未有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全球化是不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个传统国界，或者说这个传统国界有2个意义。第一个是从19世纪末以来形成的一个现代国家的传统国界，第二个是从过去人类长达2-3千年的历史当中所形成的历史传统的文化传统的边界是不是达成了。我觉得这个还差得很远。像伊朗，它的面积在世界上面大概可以排名第16，这样的国家，我想这是他从来没有过的经验，而且这个国家的历史，它甚至于悠久的程度其实是超过中国。当然，我们讲伊朗，它的历史虽然很悠久，但是它的留下来的历史遗产未必完全是正面的。那我们今天看，就是说现代中国它之所以可以摆脱19世纪、20世纪西方对它的一个围堵，在很大程度上是它借用了传统的中国给它留下的遗产，这个遗产当中正面的因素比较多。但是我们看伊朗，比较悲哀的是传统给它的遗产当中有很多是不够正面。那首先是伊朗，它的地理位置其实是蛮尴尬的，它的地理位置是处在欧洲跟亚洲结合部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四面受敌的国家，别人都有可能会打进去，但是它打出来也很困难。所以我们看到从波斯帝古代的几个帝国开始，其实它对外的扩张是有限，它不能打太远，但是被别人征服完全灭亡的状况出现了好几次。那它这个位置，我们放在古代的历史上面非常的不利，放在近代也是一样，因为它基本上没有办法透过它的地缘政治的优势或者经济的优势、战略的优势来为它奠定一个不败的根基。我想亚洲其实有一个国家也是跟它的处境差不多的，那就是朝鲜半岛。这个半岛的地理位置是很糟糕，但是我们知道韩国人也很努力，那韩国今天做到他们今天的这个状态是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我想这个比较悲观的说，韩国的前途大概也就是最高就到这里了。欧洲一个国家跟这个伊朗有点像，就是波兰。那波兰的位置也是处于东西欧的这种交界地带，那它在历史上面临着很大的悲剧，它也曾经变成一个非常波兰立陶宛帝国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但是它也可以说得很小。伊朗，我们回到这个古代，它曾经创造过非常灿烂的文明，但是这个文明里面有一个重大缺失，就是他们所发展出来的经济力其实是有限的，他们的文化也是一个比较尴尬的状态。那传统的波斯，比如说它最为独具特色的很灿烂的文化叫做祆教，就是索罗亚斯德教或者是白火教，有的甚至叫明教都有这种说法。首先这个教它跟伊朗的社会的这种连结其实是比较疏离的，它教本身不像是一种传统民间信仰，它是有一定的哲学的含义、哲学的深度，但是它又缺乏说像一神教那样强烈的一个动员力。那这样它跟伊朗社会的这种连结具有一定的疏离的这种状态。相比之下，中国的儒家思想
它不是一个宗教，但是它跟中国社会的连结非常紧密，以至于说2000多年以来，儒家思想跟中国社会的连接没有办法切断。包括东亚社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就是儒家思想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实践力，它不太去讨论哲学问题，但还有重要的实践力。但是儒家思想的缺陷，在东亚他们又找到了佛教乃至于民间信仰的一个集大成道教来作为它的补充。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在古波斯。古波斯后来当伊朗的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中古王朝萨珊王朝被伊斯兰教进攻的时候，他就缺乏这种抵御力了，以至于在这伊斯兰教的进攻面前，整个的天教跟萨珊王朝就完全灭掉了。当然灭掉之后，我想伊朗的基层的一些民族骄傲还在，那使得伊朗在后来到了15世纪的时候去选择伊斯兰教当中的一个少数派，就什叶派作为他的国教。他是用这个去跟伊斯兰教的主流派以及伊斯兰教所代表的一种政治传统所做的一个对抗。他们实际上是透过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因为曲线救国的方式来保持一个波斯的荣光。但是我想波斯的一种结构性的弱势还是没有改变。那结构性的弱势，但它的一定规模还在。当然我们知道，当伊朗采取了这古代波斯、中古的波斯采用了伊斯兰教作为耶派作为国教之后，他们是处在一个四面受敌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他为了自己的生存做了很多的奋斗，包括为了这种生存，他不得不去采取结盟的手段。那结盟是近代的伊朗所采取的一个一贯的方式。我们看到一段时间当中，就是已经到19世纪以后了，他的最大的敌人就是英国跟俄国都想控制他，甚至于俄国对他很坏了，把他北部的一个地方都割走了。今天我们称作亚塞拜然、阿兹拜疆的这个地方，这块地方其实就是传统伊朗。今天我们看到伊朗社会里面所谓的亚塞拜然人还是处于一个优势的地位，15%的人口，他们而且在经济跟宗教文化上影响力相当是相当大。可是他的领土的最重要的部分，它是被之前的俄国占走了，以至于到1920年代，它成为苏联的一部分。对，所谓亚塞拜然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这个丢掉了。那么英国人对它的经济命脉的掌控又很厉害，这种结盟，它让它跟西方社会产生了相当密切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带给它的是一种某种虚幻的感觉。因为在这个近代西方所形成的一个有关社会制度的、有关历史的、有关人类学的论述当中，他们认为最优秀的人种是雅利安人。可是雅利安什么意思呢？伊朗就是雅利安，那么让伊朗产生了一个错，就是我们是最优秀的人，让伊朗在这种骄傲当中丧失了一个脚踏实地去改造他社会的机会。所以伊朗当他要去排除俄国跟英国的影响的时候，他又要引进了美国势力。所以当伊朗进行现代化改革的时候，他们是依靠美国对他做了几次政权更迭上面的推力。当然那个是他内部有这种需求的情况下，有巴勒维王朝，然后在摩萨台，在巴勒维王朝，再包括何梅尼所推动的伊斯兰革命当中，背后有很大的部分，因为何梅尼曾经是美国人可以接受的人选。美国人当然从根本上他们更喜欢巴勒维了，但是他不排斥说我由何梅尼来取代巴勒维，变成一个不叫巴勒维的巴勒维，他们也是可以接受的。伊朗的主体性一直都在，但是没那么强烈。那它给外界一种干涉的这种可能性一直也都在，但是干涉一直没有办法完全完成。这种尴尬的状态，它告诉我们的一个20世纪这个世界政治形态转型当中的一个复杂性。这个复杂性留给我们现在一个可以说破碎的、有多种视角看起来就很不一样的伊朗。那包括中国人看伊朗也不太看得清楚这样一个复杂的伊朗。那么这个复杂的伊朗，就因为这种复杂性，其实美国人到现在也不是完全看得清楚。美国人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做一件事情，他们非常想介入伊朗的政治，而他现在介入伊朗政治的一个最大动机，不在于说我改变伊朗，而在于说他要去切断他的最主要的地缘政治的敌人，就是中国跟俄国、跟中东以及非洲之间的连结。但是美国人又很担心说，伊朗这种规模的国家能不能够真的渗透下去？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哈梅内伊这个人是不是就代表他是个独裁者？他是不是代表说比如我把马杜罗抓走了，那么委内瑞拉局势会发生很大的改变？那哈梅内伊不是那样一个角色，因为哈梅内伊所代表的是他前面的何梅尼。何梅尼
的成功不在于它是一个具有强烈的行政能力、强烈的领导力、强烈的领袖魅力的领袖，而在于说他看到了伊朗的一个重要基础，伊斯兰的基础在哪里？于是他就顺势看到了关于怎么样夺取伊朗的政治资源，在1970年代末期推动伊斯兰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而伊斯兰革命的一个背景到现在为止也没发生一个根本的改变。我们看到伊斯兰革命今天在伊朗的社会里面，其实它受到相当程度的质疑跟反对的，包括当时不管是在摩萨台时代还是在巴勒维时代，他们凡是反对所谓伊斯兰的传统保守，反对阻碍伊朗的近代化转型的这些知识分子、都市的人都会反对伊斯兰的基本教义派。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伊斯兰教在伊朗处于人数多数这样一个现实。正因为伊朗的近代转型没有办法完成，所以双方这两种势力一直在拉锯，就进一步的阻碍它的近代转型。它既不是一个纯粹的资源国，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生产国，既不是一个纯粹世俗的国家，也不是一个纯粹伊斯兰的国家。这一切都让我没办法一次就把伊斯兰的这些因素都消灭掉。包括这一次出现的暴动，我们看到有很多座清真寺被烧掉了，外面的势力包括美国、以色列的势力介入之后，他们很不智的去迎合了少数伊朗人的想法，他们以为可以透过把清真寺烧掉，让这些人去摧毁哈梅内伊的支持者。他殊不知，他做这件事情，其实反而激发了另外的伊斯兰的支持者他们的愤怒。包括我们知道有很多抗议者被杀了，但是抗议者被杀之前，所谓维持治安的这些人也有要被杀了。被杀背后不见得是抗议者自己要做的，有些人恐怕在中间煽动这件事，比如说美国人、以色列人都有可能，以色列人的可能性我觉得可能更高一点。他做了这件事情，同样达成了反效果。那么我们现在讲到最后，美国要不要打？美国要打，他的把握不够。那么他甚至于他依照现在这样打下去，他就打成了一个他自己不想看到的结果，就动员了原来对于伊朗现在的生活已经感到非常不满、接近绝望的人，忽然觉得他们需要维护他们最后一点基本价值，伊斯兰包括什叶派。这个时候他就可能会做一个反动。这种情况下，你要推动的政权更迭就做不下去了。所以我想，如果美国还存在有理性，这个恐怕他动手的可能性没那么高。现在当然最想动手的可能是里萨巴勒维，就是这个他对自己都会王位这个东西有非常大的诱惑。当今的巴勒维家族的代表，也是巴勒维王朝的末代太子，是的，因为他的巴勒维原本的王已经过世了。是。这个9000万人，他们在教育程度跟公民素质上面是高于我们亚洲的一个人口大国。当然，你比印度也要高很多。这个它可能会给人造成一个错觉，觉得伊朗好像没那么强大，是没那么强大，可是也没有那么弱小。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根本问题在于美国人无法透彻伊朗。你说伊朗很团结吗？完全不团结，他被渗透的跟筛子一样。但是你说他真的被渗透到筛子呢？但你又说他抓不到哈梅内伊，你也无法一口端教士集团，你杀了那么多科学家，但是伊朗的核武器还在推展。这些科学家也很神奇，他们是脑袋里面装的是保守伊斯兰，但他们却是最先进的就量子领域的研究核武器领域的尖端科学，而且因为他们教育体系很完整，所以你杀了几个科学家，并没有办法把它整个给端掉。因为在伊朗国内已经形成了核科学家的社群，这一点跟北朝鲜主要靠外国技术资源之后去有点式的一些专家，那些专家是点状的，还没有办法形成整个体系化的专家，又有很大的落差。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般在讨论伊朗的时候，因为我看这几天不管蓝的绿的节目都在讨论伊朗，但是我觉得讨论伊朗都讨论得非常的肤浅。那这就是我刚才说打不打，老师说不打，我也觉得理性上美国不会打，打了也没有用。但是我接下来要问一个比较深层次的问题，伊朗的特殊性，他接下来直接决定的一件事情就是中美俄的博弈会是往哪个方向去走。中国花了大力气牵动让伊朗跟沙特的和解，俄罗斯很需要在伊朗作为一个跳板，因为俄罗斯对非洲的投射是对俄国来讲是越来越重要，这个是少数他透过军事可以赚钱的地方。说他在中非一年赚6000万美元，其实对这个中国来讲这个根本就是屁钱，但是对俄罗斯来讲很重要。那这里我就想到一个很好玩的，美国最新的国家安全策略 NSS， 川普亲自署名的嘛，他目标要打造一个 G2 的世界，而这个 G2 我认为跟伊朗这次倒不倒有极大的关系。如果伊朗可以跟下去的话，我的观察是未来的世界会走向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继续扩大它的经济影响力，在军事方面保护自己有余，但是不是它不愿意扩展，而是中国历来的国策让它不方便扩展。美国的整个战略的方向，我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讲，就是说他是要去退守西半球的，但这个退守他并不想用当年英国的殖民体系在1960年代一下子
就像骨牌一样快速崩解的状态。他希望的是这个体面的而对美国最有利的方式来退出。那退出的一个前提就是说，我美国能够花比较少的资源，这是我判断美国动手的可能性是小于他这个不动手的可能性的一个原因。他把主要的资源还是要放到西半球去，包括他现在对委内瑞拉的，还有格陵兰的，还甚至可能墨西哥、古巴的这样一个需求。在他传统的亚洲太平洋的领域，中东这个领域，他是想尽量的让这里处在一个混乱的状态。这个混乱的状态当中，以色列的角色会变成比较重要。以色列可以用他们的资源去帮美国达成他的一定的目标。同时，就伊朗跟中俄的关系里面，伊朗跟俄国的关系应该说从情感的角度要更密切一些。中俄之间的关系，当然毫无疑问，他们也有结构性的，没有办法完全变成一体的这种限制会永远存在。但是既然伊朗局势的出现，我想会促使中俄他会加强他的合作，尽管他们双方都不见得喜欢伊朗，尤其是中国是不太喜欢伊朗，中伊之间情感上面都没那么接近。我讲一个极端的话，其实从民间的交往来说，中伊之间的交往要远逊于中日民间的交往，尽管中日已经骂到那么难听的地步了，对，但是中俄伊之间的结合正好源于说美国还不愿意放弃用一种平顺的方式，有步骤的去放弃他对东半球的这种影响力，用这种客观的因素促使中俄伊还是要很长一段时间绑在一起。所以美国如果想得清楚，就是说他应该把现在无序的对美国其实很模糊的一种状态，很混乱的一个状态，变成一种有序的状态。这个有序的状态的前提是美国确定自己收缩后退，这样子才能保障美国的利益。就我们完全从美国的利益的角度来讲，但是现在美国自己也陷入这种矛盾。一方面，川普的支持者红脖子民粹主义希望美国只管自己的事就好，是，但是他们又怕美国只管自己的事以后会受到意想不到的这种打击威胁，尤其是他们对于中国的崛起感到可怕，因为他把中国视为竞争者。那么这种情形下，他觉得我们在外面拿几个筹码也有用。比如说，我觉得一开始美国动这个委内瑞拉，在很大程度上是想测试一下中俄。就我动了委内瑞拉，我做了这个动作，我向你呈现什么，我管我的事，你不要管我。但是乌克兰的事情就你管了。但我觉得这美国有一个姿态，他要测试中俄的底线。这整个伊朗牵动中美俄博弈，它事实上这个博弈就不会只是一部分而已，其实是全球的。因为你刚才也有提到说，包含委内瑞拉的事情、格陵兰的事情，这个伊朗其实可以看到说美国的混乱，他会怎么去思考接下来在台海这边的一个博弈。我想美国的整个战略关于台海，他已经确定了。他在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持续放到20-30年这样的一个尺度，美国应该是判断他没有办法去改变台海的一个态势，不是由美国主导的这件事情，美国没有能力主导。但是台湾对于美国来说，目前还是有很高的价值，除了牵制中国这样一个战略上的价值之外，更大的一个价值是他们觉得台湾有钱。尽管台湾在账面上的钱看起来比美国少，但是因为台湾这里国民性的原因，大家一个是擅长存钱，再一个是擅长投资，擅长做东西，这都是美国现在所缺乏的，所以他们看到台湾的价值是台湾有很多钱，我要把这个钱在台湾我没有办法控制它之前，就是说我要把它的利益，把它的价值尽最大的努力来利用它。美国有一些产业还是非常厉害，美国有一些新的势头的东西，它也是很厉害的。但是整体来讲，它是一个在有增长中缓慢的下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那长期来看，台湾必然要跟中国的关系是不可能彻底的脱离嘛，这是很现实的。第二个，产业做到这种程度那么强大的时候，它不具有可复制性。其实今天就算搬到了 Arizona， 到目前为止，不管是成本的问题，不管是良率的一个问题，不管是研发的问题，都依然没有办法像台湾那么高效。在台湾其实有一件事情是大家都不太清楚的，在台湾非常清晰的去划分台湾跟中国的民族界限、族群界限、政治界限，就是对立的，我很清楚，一直都是这样清晰的。不管从日本统治时代，还是两蒋时代，还是到现在，都是要强调这个界限。但是台湾从来没想跟美国去区分这个界限，他很想去跟美国融为一体，他很期待说美国你就把我视为一体好不好？我跟你利益都一致的，我跟你情感也非常接近，是不是？我自己是我看到老美都很亲切，我甚至把全世界的所有的白人都想象成美国人。但是大家没有注意到，美国人是有非常强烈的
米利坚民族主义，你换一句话就叫做孤立主义。美国人向来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核心的位置，所以美国人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利益跟别人的利益混在一起，包括跟他所谓同宗同族同文同种的英国人就是被美国坑掉的。英国人的衰落就是美国人坑他们坑得很惨。我想的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因为历史尤其在近代中国的衰落这件事情真的是让古老的秩序彻底的混乱，因为这个秩序它中国的衰落并不是中国真的完全不行的，其实是中国没有跟上近代化最大的改变就是工业革命。但是很有趣的是，中国在这一轮争当中到了 4.0 是完全跟上，甚至已经是头部了，甚至已经在超前了。这是回到了我们刚才讲的，为什么美国没办法打伊朗？因为对他来讲，这已经超乎了他的能力范围内了。美国今天的工业造血能力已经无法支撑他去入侵、他去远程侵略一个这么大面积、人口这么多的国家，再加上它的山川地理非常复杂，大家都被一个迷惑式的表演给骗了。其实川普抓了马杜罗，这是迷幻式的表演。我曾经去推算过所有的因素委内瑞拉是川普能够拿捏的软柿子里面最大的那一颗。那我们就看出一个线，所以最后来请教学长，我发现美国势力范围的极限性在欧洲，大概就是在波兰，波罗的海三小国已经被他们放弃。往南我们可以看到捷克斯洛伐克，再往南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匈牙利，所以东欧大概它是让出去了，剩中欧跟西欧。我们再往整个拉美地区来看，它的扩散大概就到加勒比海沿岸，在非洲只剩下放炮的能力，它甚至阻止不了叙利亚现在的总统是朱拉尼，他本名叫萨拉马，去跟俄罗斯签订新的军事协议，让俄罗斯继续的投射力量到非洲，等于是在不破坏形式上的二战结构上给让出去。所以我看到的具体呈现是，第一个，民进党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就2025的正义使命完全没有任何的波澜。第二个是李在明在这里面游刃有余高市长我觉得他也不是无志之人，他是60几年来第一个这么早改选的首相。所以其实伊朗这件事其实看到了整个全球大势大局势的一个变化的一个缩影，但它当然只是呈现其中一角，但是我们是可以看到台海的问题。